在一段非常亲密的关系中，可以在任何时候说任何话，随便怎么说。然而，这样好吗？好吧，直截了当，开诚布公很好，撒谎绝对不咋地，但这种诚实可不是残酷或有毒的，这可能出现在酸民评论中。更糟的是，生气的时候，出于反击的需要，我们也会说一些伤人的话，即使争吵结束，伤害也无法修复。那么，为了帮大家更多地意识到自己的言语会如何影响他人，这支影片就来说说人们常说的8句可能会伤感情的话。1. 你太敏感了，或冷静。当有人向你吐露心声时，他们是冒着很大风险向你敞开心扉的，让你加入是一场可怕的赌博。如果你的反应是冷静，或你太敏感了，事实上相当于在他们面前摔门而去。这些话传达出的信息是，你在评判他们，认为他们的问题不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你已经停止倾听了。这意味着你懒得去帮他们或关心他们的感受，因为你对这个话题的感觉和他们不一样。反之，表现出兴趣，比如说我知道这伤害了你，或者做一些进一步理解或解释的事，都能让对方感到被倾听和理解。2. 忘了他吧，或那又如何？像这样的话会阻碍交流，对方会觉得你不信任他们，或你觉得他们不够重要，不值得分享，会搞得他们很困惑，无法读懂你的想法。可以通过更详细的描述和诚实说出你为什么不想说话来改善交流。比如，可以试着说，你觉得他们没有在听你说话，或你觉得自己已经到了极限，现在无法继续谈论这件事。3. 我受够了。这样的话会威胁到恋情以致结束，比如说，也许我们应该分手，然后这些话毫不含糊地证实你觉得抛弃别人是比解决手头问题更好的选择。这句话经常被用作一种操纵的形式，因为被当作一次性物品对待，是一种毁灭性的伤害。这种话被有毒的人当作谈判工具，但实际上这是赤裸裸的欺凌。一个更好的方法是，在做决定之前花时间冷静下来。如果事实证明你们不再合得来，应该是来自于理解，而不是冲动的愤怒。4. 我相信没那么糟，或你会好起来的。你可能认为这样说可以帮助对方意识到事情会变好，他们没有必要害怕，但真正传达的是你的情绪是无效的。这样的说法可笑，我不相信你，你在浪费我的时间，所以别说了。即使对方最终克服了问题，他们正痛苦的时候，听到这样的话只是告诉他们你不够关心他们，你不想听，希望他们别再烦你。如果这不是你想传递的信息，而你又真的想要提供帮助，可以尝试使用更多吸引人的表达。可以用的例子如，听起来确实挺难的哈，或者我们可以一起度过这个难关，再或者我明白为什么你会有那样的感觉，并鼓励他们帮助你理解。5. 你就像你那个亲戚一样。也许是父母、兄弟姐妹、叔叔或姨妈说出这句话，会因为表达的模棱两可而显得特别无理。如果这句话是在双方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说的，那就强烈暗示出你指的是那个亲戚或家庭成员的糟糕品质。没错，就是你用的这种挑衅的措辞，你在利用这种信息，让原本信任你的人有了可以被你攻击的武器。所以也许可以调整表达，通过陈述具体行为，对事不对人，专注于不会无意中侮辱整个家族，就不容易让对方误解你的表达。6. 你疯了。我们的意思是说，这句话是为了回应对方的沮丧或受伤，而不是当你在聚会上和别人一起嘲笑某个大胆的举动时，如果这个人跟你说了一些沮丧的事，比如遇到一个疑似跟踪狂或一个种族主义的同事，如果你的回应是你疯了，或那不是真的，你就是个疯子，你很有可能就成了煤气灯操纵。你是在告诉对方，他们没有能力评估自己的现实，你认为他们是在浪费时间。即使是最淡定的人，也会感到一丝不安全感，这是对他们个人完全不尊重的表现。我们确信你不会试图破坏任何人的稳定。如果情况对你来说很陌生，可以尝试邀请他们进一步解释，比如我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你能进一步解释一下吗？7. 什么都不说，
或冷战，拒绝回应，冷落某人，冷战，这些都是回避型依恋者常见的反应，这是把别人拒之门外，保护自己不受他们分享情感的伤害。与此同时，对方感觉他们被撞到了墙上，而他们之前被告知有一个门的，他们感到被拒绝和背叛，即使是微小的、真诚的表达。比如，我需要想想清楚，但首先，我需要一些时间，或对于现在来说，太过了，但我会听你的，我们回头再谈这个。我们既会给你必要的冷静期，又能防止你受到巨大的损失。最后，8，你从来不，或你总是，我们都有忍不住这么说的时候，绝对的，谢天谢地，承认吧，无论如何，谁都不想成为达斯，所以尽量避免那种要么全部，要么一无是处的陈述，比如，你从来没有，或你总是，这种一概而论使对方处于防御状态。这意味着他们在这段关系中所做的任何好事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被忽视和无效的。他们会看到你选择一言以蔽之，用一种消极的行为来误导他们关注正在讨论的特定行为，将有助于避免从未和总是这种说法，并试图表达让你沮丧的趋势，营造沟通的趋势，而不是默认一般化。不管喜不喜欢，我们都不能把感情中最粗糙的部分，像剪辑胶片或数码文件那样剪辑掉。我们跌倒，我们犯错，我们说错话。然而，作为人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我们有能力在这些复杂的情况下，自我意识、学习和进化。正如人际关系，这让我们丰富我们的生活，逐渐变得比我们想象的更好。你能识别出这些话的言外之意吗？别人这么说的时候，你注意到什么了吗？如果有人对你这么说，你有什么感觉？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和意见，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您都能收到通知。一如既往，参考文献在资讯栏。感谢收看，我们下支影片不见不散。